大家好，我是量化西红柿。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币安的合约交易啊。那么首先也是进到我们这个派叉里面，然后我们也是建两个目录啊，就是跟这个 OKX 一样啊，也是先建了这两个目录，一个叫构建，一个叫部署。然后同样的，我这里也是把我的这个 API key 和 secret key 我都写到文件里面去了，写到这个里面来了啊。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个 API 文件给弄下来啊。这是它的官方的帮助文档。然后因为我们用的是 Python 嘛，那么一种方式呢，其实你可以直接在 CMD 里面执行这么一句话，它就直接把这个 Python 的这个合约交易的这个 SDK 给安装上去了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这个 GitHub 里面下载这个文件啊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啊。所以说我还是去把这个文件给下载下来。打开它的这个 GitHub 的地址，然后也是这样把文件给下载下来，然后打开这个文件，把它解压，跟那个 OKX 是一样的，然后直接复制这个必然的这个目录，然后回到这个里面，我们也是打开这个目录，然后把这个文件复制进去。然后这两个东西我们先删掉啊，这个好像是 B 本位的，然后这个我们也不用啊，先不用这些啊，这样的话它就加载进来了。然后呢，这是原来的，我们都关掉它。然后同样的，我们要对这里面的一些文件的路径做一下修改，让它这个适配我们当前的这种目录结构啊。这些都要改一下啊。然后实际上，在部署的时候是不不不用去修改的啊，因为我们当前的这个目录结构不一样，所以都要去改一下。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必然的话，它这个程序写起来没有体验感没有那个 OKS 好啊，它实现起来也复杂一点。因为就是它那个测试网老是打不开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这个包我们要安装一下啊，直接打开这个 CMD，然后直接安装一下这个包。这个是跟它这个 API 健全有关系的啊，必须要安装一个这样的包，这样就安装成功了。然后这个拍照会重新扫描，然后重新加的这个包。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些路径有没有错误啊。反正个人感觉是这个必然的，它这个
在搞程序化交易的时候，它那个丝滑感或者说那个体验吧，它没有那个 OKS 那么好。当然，可能个人感觉不一样吧。这个等他重新去扫描这个包啊，这样就安装好了。然后全部关掉它。还有个地方就是这个文件，我们要改一下。这个 URL 要改一下，这个 URL 地址，这个是它实盘的啊，因为我们目前是在模拟盘上来测试这些程序嘛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这个模拟盘的这个 URL， 也就是这个啊，前面加了一个 test net 啊，这样的话这个 API 文件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创建自己的这个交易文件了啊。那么原来讲 OKX 的时候写过了一个嘛，是吧？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，粘贴它，然后改一下要闭安。那么这个文件里面呢，这些肯定都用不上了，是吧？这些都是导入那个 OKX 的包的，这个也用不上啊。这个 Beyond 的 API 的话，你申请 API 的话，它只有一个 API key 和 secret key 啊，它没有像 OKX 一样，它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，有一个额外的密码一样的啊，它没有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些也全部都删掉，这都是 OKX 的。然后这个写日的我们留着吧，反正都要写日志嘛。然后这个平仓的方法也都删掉，因为它写法不一样了啊。这些都要删掉，它写法都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个 API 不一样啊。而且这个 Beyond 写起来，写起来比较麻烦一点啊。它没有这个 OKX 那么简单。等一下跟大家讲到了那个就知道了，它的代码量要多一些啊。然后，这个文件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导入这个包啊，导入这个 API 文件的包。对呀。接着就是初始化这个 API 了啊。K 就等于这个 secret key， 这点等于这个 API key， 然后 secret key， secret 等于这个。因为我刚才讲了，我是把我的这两个东西是吧，写到这个文件里面去了啊。你们的话其实是这一段代码不需要啊，你们这一段代码不需要，然后直接把你的 API key 写在这里，把 secret key 写在这里就行了啊。然后这一段代码你们就删掉它啊，然后你们就像这么来初始化就行了。然后这里也一样的啊，我们也是给它设置一下代点，因为这个编的话好像大陆也不行吧，好像大陆也不能直接访问吧，好像也是要用代理的。这里的话，然后这个代理就等于它这么写啊，比如说用 HTTPS 来做代理吧，也就是那个
它代理有2种方式是吧 ？HTTP 冒号，然后比如说127.0.0.1，然后跟端口号，比如说你用的是那个 SSR 是吧 ？SSR， 然后它有一个，你就看你那个，它开的 HTTP 端口是多少，然后写你的地址，写你的端口就行了啊。我看一下啊，有没有写错啊 ？HTTPS 冒号 HTTP 双斜杠就是这么写就行了啊。就是这是用代理就是这么写的，但是我这里同样我这里也是不需要的啊，因为我用的是透明网关的模式，这个之前也讲过了，所以我这里就不需要了啊。我这一段把这一段注释掉，这个我也注释掉吧，然后这个参数我就不用传了啊。一样的啊，如果说你们不是透明代理的模式的话，那么你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登录上去啊。然后接着我们就来写这个具体的操作过程了啊。那首先也是写这个新建仓位和加仓。那么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有点卡。第一个就是获取当前的仓位模式。这个的话我再重复一遍啊，因为讲 OKX 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讲过了，就是我们程序在操作的时候，我是建议大家用同时只操作一个币种，并且使用单向持仓的模式。如果说你想手动操作是吧？就是说，就是你又想手动操作，又想这个用程序交易，那么你就最好的方式是把它分开。比如说那个，主账户你就手动自己去操作，你开双向开单向都无所谓是吧？但是程序的话呢，比如说你想让程序来操作，那我就建议你，比如说用子账户用程序来操作，然后子账户里面你就同时只操作一个币种。并且把这个仓位模式设置成单向模式啊。那么这个怎么来获取呢？就这么写啊 ，get 它有一个这样的函数啊，看一下这个，用这个函数啊，它就可以获取到这个。你看，我们来查一下它啊。更改仓位模式，它这个 true 就是双向持仓 ，false 就是单向持仓。那么我们是需要这个单向持仓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查询到的它的仓位模式应该要是 false 啊，应该要是 false。我们可以先查询一下看一下啊，比如说我打印一下，还是用 ppprint。直接运行一下看一下啊。
那它返回的是 false 是吧？它返回的是 false， 那就是单向持仓。所以我们这里首先是查询一次，那么查询到的结果我们要去判断一下啊。如果这个返回结果里面的，它这实际上是一个字典结构嘛，是吧？这个也是原来讲 OKX 的时候讲过了，我们直接取它的这个值，取它的这个 K， 然后它返回的value 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它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话就提取到这个值了，是吧？如果这个值是真的话啊，是 true 的话，那么它就是这个双向持仓嘛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改成单向持仓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更改这个模式啊，把它改成 false。这个就不打印了吧，不接受它返回了。这个逻辑没错吧？再梳理一下啊，这段代码就获取它当年的那个持仓模式，然后提取它当前的这个持仓模式，它是 true 还是 false？ 如果说它是 true 的话，如果它返回的 true 的话，那么这一段代码就成立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条件成立了，它就会进到这里面去，然后把这个持仓模式修改成 false， 也就是单向持仓。那么这就是把那个仓位模式我们给它确定它一定是单向模式啊。然后第二步呢，第二步同样的也是设置杠杆倍数。这个过程其实都差不多的啊，跟原来讲过的那个 OKX 差不多的。然后它设置杠杆倍数呢，就这么设置啊。然后它有一个方法叫更改这个，然后它里面有参数是吧？你看有 symbol， 还有这个杠杆倍数就是这个。那么我们要怎么设置？那么首先啊，也是一样的，它这个操作标的，这个我们原来讲过啊，这么写的话它是，这么写它是 OKX 嘛，那么 BN 的话它是这么写的，直接把这个杠 swap 去掉就行了，它是这么写的啊，BN 是这么写的。然后这个先不管吧，然后杠杆倍数我们也设置成5倍，然后操作方向比如说也是做多，然后这里面然后这个就等于我们指定的这个标的啊，这个标的就等于我们指定的这个标的，然后这个杠杆倍数呢就等于这个啊。这就是设置杠杆倍数啊。也可以来打一下看一下吧。
执行一下看一下。杠杆倍数5倍啊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要做下单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了。那么这里面的话，看一下，这里面首先我们要去获取一些那个操作的交易对的一些基础信息，获取交易对基础信息。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比如说像这个它的这个数量精度，还有比如说最小下单数量、最小名义价值，还有它每次这个数量步进的间隔，还有价格小数点位，还有比如说价格上限、价格下限等等，它有一堆的数据，我们需要先获取到啊，不然的话后面在下单的时候就不太好去操作啊。这个所以说我们全部要给它获取到。获取的基础信息的话也是这么写啊。点成 info， 然后呢，比如说我们打印一下看一下啊，它这里面有很多信息啊，我们要去按需提取。它会输出来很多信息啊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找这个 BTC USDT， 比如说像这个啊，像这个就是它的数量精度，就小数位的个数。然后还有那最大价格、最小价格，它这里面有很多信息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想知道每一个参数什么含义的话，你自己去查帮助文档就行了，好吧？那我这边的话，就不带着大家一个一个去看了，我直接告诉大家怎么把这个我们要的这些东西给提取出来啊。那么首先的话就是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结构啊。它主要的信息都在这个字典里面啊，都在以这个 K， 就是这个是它的 K， 然后这个 value 里面又嵌套了这个字典嘛，主要的都是在这个里面啊，所以我们先取这个啊，比如说我们来定一个，比如说就叫 AA 吧，等于这样子。取到它的这个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用循环了。因为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取的，它有那么多嘛，我们只取这个操作标的的嘛。就是我们当前如果操作 BTC USDT 的话，那么就取这个标的它的一些基础信息，是不是？那么循环里面怎么判断呢？首先就是说，
这个什么意思去了？我都不太记得了。你这个是永续合约。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它要是永续合约的啊，因为它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啊。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这个。就这么来写吧。它这个是等于永续合约的。然后它的状态，要再交易的啊。它如果是又，比如说这个标的它停止交易了，那也不行的。再然后。然后就是它的计量单位要以 USDT， 就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看一下是哪一个啊？保证金资产要是 USDT， 因为我们做的是那个 BTC USDT 嘛，是吧？那么如果说你是 USDC 的话，那么它这个应该就要等于 USDC。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保证金资产这个要等于 USDT 啊。最后一个最关键的条件。最关键条件是什么呢？它这个标的要等于我们操作的这个标的啊，就是哪一个呢？也就这个参数它要等于我们操作这个标的啊，所以说这个要等于什么？要等于我们的这个。如果这些条件它都符合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就开始取它的值了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用变量来接收吧。这个还是要看它这个文档，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了。数量小数点位仅作为系统精度使用。要取这个值啊。
等一下我会讲到为什么要取这些值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取这些值？我们先把这些数据给我拿到啊，然后告诉大家用在什么地方啊。把它转化成整形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注释一下，然后还要取什么呢？还要取这个啊，我看一下是什么啊？价格小数点位数。然后要取它的这个最小名义价值，也就是要取这个值啊。那么这个值的话，它不一样了啊，它又在这个里面是吧？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又要重新来定义，比如说 BB 等于这个 number 这个它是等于这个东西嘛，是吧？然后我再取它这个东西，那就是这么写的啊。然后再来一个循环，然后就是它的这个东西，我看一下。如果它的这个东西等于这个，然后我就取这个啊。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必然写起来挺复杂的，但不像OKS 写的比较简单，它那个 API 也是一看就懂啊。说老实话，这个必然的这个 API 写的真的没有那个OKS 的那个体验那么好啊。然后就是取它的这个嘛，这个给它转换成浮点数啊。就是他在下单的时候啊，这个币安在下单的时候，他要满足好多的条件，比如说他要满足你最小下单的数量的限制，他还要满足这个所谓的最小名义价值的限制，就是他有很多的条件啊，都不一样的，跟那个OKS 不一样，所以他就写起来比较麻烦。然后我们还要取什么呢？这个我看
取那个每次数量步进间隔，看一下啊，它叫这个名字，我看一下。这个订单最小数量间隔，为什么要取这个呢？就是等一下我再来说啊，我先取到这个啊。是这个吧？是这个。然后要取它的最小数量。这个很繁琐啊。这个叫最小下单数量。这实际上就是那个每次数量步进间隔。先把这些数据都取到吧。然后呢，准备了这个数量，准备了这些数据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写下一个。获取当前 USDT 可用的下单，就是可用余额吧。可以。获取到这个数据呢，主要是用来计算我们那个下单的数量。然后我们下单的数量的时候，我们要结合到这些信息啊，尤其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具体下单的时候，还有在下那个指引止损单的时候，都会用到这里刚才获得的这些数据啊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。那么因为这个币安呢，它不像那个 OKS 它专门有一个函数是吧，可以获取那个当前最大的可用的下单数量是吧？但是这个币安的话，它没有这么一个函数啊，就是所以说它那个你最大可下单数量必须得由我们自己来计算啊。就是我们先获取到这个当前的价格，不是获取到当前的这个获取到当前的你的这个可用余额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可用余额去除以那个现在的价格，还有乘以你的杠杆倍数等等，来计算出这个我们可以下单的数量啊。那么这一步的话，我们也运行一下看一下，好吧？
我们要提取这个可用余额，我们要看一下它返回什么东西啊？用这个 pp_print 来打印啊，这样你看，如果用普通 print 它打印它就这么一长串东西，很不好观察数据啊。那个 pp_print 它打印出来就这样的，就看起来很方便啊。然后这里面的可用余额是哪一个呢？它是这个叫做这么一个的参数啊，我们可以去查一下。下单可用余额，对，就是这个。然后我们要拿到这个数据嘛，是吧？它的这个数据结构是一个数组啊，数组里面嵌套了字典。所以我们得要这么来取啊，循环。我们要取这个 USDT 的资产啊，要取这个资产啊。那 USDT 的话，你就取这个资产啊。所以说，我们首先要判断啊，我们要判断出来它这个统计的资产是 USDT 的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第一步是这么写，它的这个资产计价的这个要等于 USDT。如果是你用 USDC 的话，那就你就写 USDC 就行了啊。那么这个可用余额就等于总共的5点数，就等于这个取这个 k， 它就返回这个 value， 就是这个。也就是说，我当前的 USDT 的可用余额是3675美金，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数量啊。3675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就是 USDT 的可用余额啊。获取到了就退出去，然后我们就要来时间差不多了哈，这个已经很快已经40多分钟了。这个我们今天先这样吧。我发现那个视频录的太长了之后，好像都没什么人看啊，大家都没有耐心还是咋的？那个视频很长的时间那种，1个来小时的，那个平均观看时间才10几分钟啊，甚至几分钟啊。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视频太长了，你们都没兴趣看，没耐心看还是咋的？这个已经40多分钟了，我们先讲到这里吧，下一次我们再接着讲，好吧？那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啊。